此次的视频标题就是我的回答。PS5 已经发售2年了，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是否要购买它，那么我的回答就是不要买，千万不要买。我不建议购买 PS5 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如今玩游戏的理念已经变了。PlayStation 如今到了第5个世代， PS1、PS2、PS3 可以划分在一起，只要经历过以上任意世代的玩家都明白，你只需要买一台主机就可以玩到许多游戏，其中不少都是 PS 平台独占游戏。即便你不买任天堂和微软的游戏机，你也完全可以体验到那个世代的游戏乐趣。PS4 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世代，它的独占游戏数量相比 PS3时再次减少，不过单纯以游玩的角度来看，游戏数量也是足够的。但到了 PS5 这时就完全不同了。首先，游戏的价格提升到了$70一个。其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 PS5 的独占游戏太少了，数量真的是2只手就数得过来。如果你想买一台 PS5 来玩独占游戏，那么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划算的，也不明智。现如今独占游戏最多的平台无疑是 Steam 上的游戏数量绝对是多到爆炸，更何况还有 Recharge 这类模拟器。那么什么人适合买 PS5 主机呢？首先，你要有多款爱玩的游戏，或特别喜欢某个系列的游戏，比如我这里的游戏列表：三国无双7、战国无双4-2、生化危机5等。这些游戏如今我仍爱不释手。或者你是 PS 平台上的 COD 系列或战地系列的粉丝，这样的玩家适合买 PS5， 因为有爱玩的游戏，所以就有了购买基础。其次，如今玩游戏的理念早已不是买一张游戏光盘慢慢享受那么单纯了。现在 PS5 推崇的是 PSN 会员，是 PSN 的游戏库。有了会员，你就有了联机的权利。游戏库里几百个游戏，你就可以随便玩。如果你既没有上面我说的购买基础，也对 PSN 游戏库不感兴趣，那么你就不要买 PS5， 因为你没有购买的理由，强行跟风只会徒增开销。这些都是非常主观的感受，也是影响我们购买 PS5 的最大因素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点针对 PS5 的客观事实，也是其吸引人的优点。首先就是 PS5 操作简单，开机就能玩游戏，毕竟它是一台游戏机，在玩游戏这件事上 PS5 做的的确易于上手。其次就是游戏画质有保证，这款游戏是 PS4 世代的，可以说现在看也不过时，而且不少游戏都针对 PS5 有了专门优化，帧数和清晰度都有保证。我相信这样的画面90%的玩家都是满意的。第三点，各类游戏也和 Steam 一样会频繁打折，比如《生化危机6》这次打折只要770日元。第四点， PS5 还有非常丰富的娱乐 APP， 比如网飞、迪士尼。你可以说你有更方便的观看网飞以及各种电影的渠道和方法，但如今现在很多魔法师就在我们中间，想掌握一些魔法也不是难事。如果自己愿意折腾， PS5 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娱乐中心。总之 PS5 是一个性价比不错的游戏主机，相比购买游戏 PC，PS5 的价格肯定要低得多。自己买了 PS5 已经一段时间了，以上算是自己这段时间针对 PS5 的一些思考。虽然有些说废话的感觉，但自己还是不吐不快。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到你。我是曹玄珠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